他们应该认真的回想一下在亚洲的2场战争失败。这2场失败，实际上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对手，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美国兵试图通过近距离扔手榴弹的办法来战胜解放军，这个想法无异于天方夜谭。观众朋友、网友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据环球网引述美国军事网站报道，美国陆军联合兵种中心指挥官泰德·马丁表示，美国陆军正在将目光投向未来的战争。尽管网络武器、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但他们强调，下一场战争仍是血腥的近距离战斗。马丁强调说，高技术手段很好，但它最终会归结为一遍又一遍的扔手榴弹的城市交战。马丁认为，美国假如与俄罗斯或中国发生冲突，战争就不是仅仅是按下按钮那么简单了。地面上的美军部队就不得不迅速靠近并摧毁装备有飞机大炮前来支援的敌军。美国陆军将面对没有空中优势的作战环境。在经历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五角大楼提出的所谓第3次抵消战略，其重点就是投资于新兴的一些技术。这意味着建立新的办公室，专注于人工智能、高超音速导弹和网络战等方面的创新和发展能力。美国陆军显然陷入了两难，一方面强调要发展高科技武器，通过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系统来获得优势。另一方面呢，美国陆军又不得不考虑与对手进行近距离的作战。那么这两者是矛盾的吗？这两者看上去是矛盾的，但是否如此呢？对于军费有限、多年来一直没有面对强大体系作战能力对手的美军来说，恐怕就比较难办了。那么美军是怎么来解决这个矛盾的呢？近几十年来，美国陆军虽然一直在打仗，但是都打的是弱小对手，基本上处于美国空军的保护和支持之下作战的。那么美国陆军有资格与中国陆军干一仗吗？特别是近距离的干一仗吗？显然是不可行的。因为如果他采取这样的战法和战术，无疑是送人头。多年来呢，美国陆军呢已经习惯于呼叫空中支援，一旦遇到危险情况，他们就会呼叫飞机、直升机等不同的空中力量，给他们提供相应的作战保障。他们已经无法适应没有空中支援的作战方式了。第二，由于美国陆军多年来都是以强击弱，而对手呢没有强大的空中力量，因此美国陆军多年来忽视野战防空体系建设。那么一旦失去制空权，就意味着整个战局会崩溃。第三呢，美国陆军的远程打击火力远远落后于中国。比如说火箭炮，他们的最大射程仅仅是中国火箭炮射程的几分之一，因此即使是想扔手榴弹，他们恐怕也没有机会。第四呢，美国陆军的战斗意志无法与解放军相比，他们应该认真的回想一下在亚洲的2场战争失败。这2场失败实际上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对手，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美国兵试图通过近距离扔手榴弹的办法来战胜解放军，这个想法无异于天方夜谭。显然，无论是在远距离的交火，还是近距离的交手方面，美国陆军恐怕都要认真的思考一下，和中美解放军交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和后果。如果单纯从陆军的作战能力这个角度来分析，那么美军现在面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情况呢，和几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志愿军的
武器装备和美军相比差了好几个数量级，无论是火力、空中支援、后勤保障都差得很远。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志愿军发挥近战、夜战、机动作战以及阵地战的相关优势，和拥有优势装备的美军基本上打成平手。那么几十年过去了，中国解放军的陆军装备有了质的发展和飞跃，无论是远程火力、中程火力还是近程火力，它的能力和水平实际上和美国陆军现在的装备相比，应该说不是居于下风，而是拥有局部优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陆军要想和中国人解放军陆军展开近距离的交手，最终的结果如何，恐怕美国陆军的高层将领需要认真的分析和判断了。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